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1日晚间22点整，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这是一个5一劳动节，所以上证指数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是休市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不受5一影响，但是最近的2个交易日内也就是昨天和今天是周六周日，所以它休市。明天5月2日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会开盘。那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对比特币的影响是微弱的，因为今天是周日。但是呢比特币在今天早上依然出现了一个新低，这个新低呢出现在37500美金附近这个新低的出现呢是在我们预料当中的。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新低的出现首先我们用紫色方块画出了上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组 K 线这实际上是由4个方块组成的，也就是说4组 K 线组成，分别是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这4组阴线呢，其中有一个部分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八戒阴线这个部分。八戒阴线这个部分在4月6日发生，跌破了44000美金的一个牛熊分割线。为什么说44000美金是牛熊分割线呢？我们看去年3、4、5月份比特币波峰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44000美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这个支撑一旦跌破就容易出现一个熊市的特征。所以呢，目前为止我们处在一个熊市的震荡当中。这个震荡呢，已经做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做出来之后连续震荡到了4月25日。4月26日呢，我们发现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一个中阴线出现在行情当中。这个中阴线的出现呢，我认为是行情当中有计划有这个预期的出现下一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那我们昨天收盘，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收盘的这根 K 线呢，跌破了这个首阴线，也就是4月26日悟空阴线的最低价也就是收盘价。跌破之后呢，悟空阴线特别明显的凸显了出来。那么接着往下走呢，我认为比特币的行情会接连走出八戒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组，最终呢走出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组。这一组下跌呢，我认为是第2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目标位是在35000美金附近。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我们处在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画出来首先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单独的一根阴线，然后下面如果出现周线级别唐僧阴线的话，我们的目标位就要到达35000美金。也就是说呢，在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下跌的这个预期上，和2轮日线级别下跌的这个预期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位也就是35000美金。那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每天都要找这个下跌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场空头的一个位置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命题，因为行情当中只有3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是趋势，我们已经找到趋势了就是周线级别下跌和日线级别下跌2个时间级别的下跌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我认为顺势为能够获利。趋势上我们找到了趋势的方向呢是空头方向。那第2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要找到进场的位置第2点呢，我们要找到进场的位置。那第3点呢，布局我们的仓位。那在这样的一个震荡当中，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寻找我们可以进场的位置。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黄色的结构，这个黄色结构呢是由4小时波峰连线和4小时波谷连线连接而来的。连接构成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形成了一个中间的一个箱体。那这个箱体呢，我们在上面看到了箱体的上沿和箱体的下沿。那箱体的下沿的位置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筹码的密集区，也就是一个筹码上的阻力位。那就是如果比特币的行情能够反弹到39000美金，这是一个我们进场空头的位置。同时呢，我们看到底别线的连线，这个底别线的连线呢是由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那波谷连线连接过去之后呢，在41000美金构成了一个压力。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进场的位置有这样的，就是在箱体的下沿也就是39000美金，如果反弹到这里的情况下，可以进场空头。那么止损的位置呢，我们在这个黄色线中心的这个位置上可以找到它的一个中轴线。那这个中轴线呢，我认为是在4万美金，在4万美金这里可以设置一个止损位。
这样你在反弹过程当中啊，能够找到进场的位置，同时能够找到你的止损位啊，大概就是39000美金进场啊，4万美金止损啊，这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可以进场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把行情啊打到小日线，看它有没有这种可能啊。首先呢，在这轮行情当中啊，第一轮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以4月26日啊这根阴线啊，这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开端。那调到4小时级别上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啊，从4月26日啊，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上，从4月26日它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那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在这个位置啊，分别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出现之后啊，出现了一个低点，也就是37400美金。出现低点之后，4小时级别下跌。对应的反弹呢，有可能是15分钟级别到小日线级别的反弹。那15分钟级别反弹的反弹级别太小，那我们看小日线级别反弹。如果出现小日线级别反弹呢，5月1日，也就是今天早上9点的这根阳线，我们可以当做是一根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如果再连续上涨，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那它就有可能到达39000美金。所以呢，这个位置是需要等待它如果出现到达39000美金，到达这个箱体的下边线这个位置上，那就可以进场空头。那第二个进场空头的时间点呢，我认为是可以出现新低附近啊，新低附近建立空头，这也是一个追空的过程。那你在行情当中就有两个可以做空的位置，一个是追空啊，一个是反弹过程当中做空。那肯定是反弹过程当中做空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那追空的话啊，如果出现新低的话，你如果在37000点进场的话，你就把38000啊作为一个止损位啊，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位。无论行情怎样波动啊，设置止损顺势而为啊，方向上顺势而为，仓位控制上呢要设置止损啊，然后找到这个两个可以进场的位置啊，一个是追击，一个是反弹啊。当然大概率来说啊，还是反弹是比较安全的啊。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反弹就是我们进场的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位置。以太的行情啊，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啊。我们预期当中，它是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然后在3700美金这里啊存在一个支撑。3700美金的支撑呢，是由白色线啊，也就是波谷连线啊，前面下跌过程当中，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3700美金构成了支撑。那昨天到达低点，我们看一眼啊，低点3711啊。到达这里之后，发生了一轮反弹。我们看到了，这是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啊，下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的首阴线还没有生长出来，还没有生发出来可能是在4月30日这根阴线，可能是，但是它没有走出八戒的时候啊，这根悟空阴线，悟空的首阴线还不好判断。那无论如何呢，以太坊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明显在哪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4月4日悟空阴线啊，4月11日八金阴线。八金阴线4月18日这根阴线呢，我们认为它是妖怪阴线啊，妖怪阴线和八金阴线啊互相对应啊。八戒杀死了这个妖怪之后啊，虽然它也是同步的阴线，但是它的下影线，八金阴线的下影线和这个第三根这个阴线，也就是4月18日这个阴线的实体部分啊，它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它们两根啊算一根，算一组人物，也就是八戒阴线和他要杀死的妖怪。然后呢，本周我们看到的这根阴线呢是沙僧阴线，沙僧阴线走出来之后，下一周啊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唐僧阴线啊，构成这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我们知道啊，前节课上我们都说了，周线级别以太坊的下跌吸油的目标位啊在2600美金啊，目前已经很近了，非常接近了。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是周线级别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很简单啊，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位啊，持续时间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已经持续了1年零2个月。这么大型的支撑位呢，如果一旦跌破，以太坊的下跌区间、下跌的空间将要打开。我说啊，以太坊的下跌空间如果打开的话，目标位将达到500美金以下啊，500美金以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一轮行情当中，以太坊跌了95%。
那这轮行情呢，高点4877跌90%的话啊，就会到达$487，对吧？啊，所以呢，凑个整啊是$500以下。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因为周线级别上啊，这个观察的时间角度还是有点近了。那我们把它调到月线，月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12月份啊，去年的12月份是首阴线，悟空阴线，然后今年1月份至今为止一直运行在8界阴线这个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呢，下一个月线级别的下跌，跌破2600之后啊，跌破2600这个重要支撑之后，下行空间打开。如果一旦完成月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我认为月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啊，会跌到$1500以下。啊，这个月线级别大型的熊市的下跌的目标位啊，$1500以下，然后慢慢熊市的低点呢，我认为在$500左右。以太坊的低点呢，我认为在$500左右。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很多人说你说$500，那我现在是怎么也看不到$500，那还这个行情啊还非常强势。他看的时间级别，我认为是小的。他看5分钟啊，5分钟、10分钟啊，这种时间级别，你看它一直在缓慢的蠕动啊，这种蠕动呢，给你在行情当中一个世界观就是，要很久很久才会跌到。其实我估计啊，今年肯定能看到$500的以太坊。今年肯定会看到$500的以太坊，因为你观察的时间周期要打开啊，对吧？很多人告诉你格局要打开，那在行情当中啊，没必要格局打开，你只要把时间周期调大一些，你就能看到它的这个趋势就是在往那个方向上运行的。山寨币啊，这边出现了一个分化在哪儿呢？我经常提到的 GMT 和 APE 啊 ，APE 啊，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个走弱的趋势啊。为什么说它走弱呢？我们打到周线这里就能看到啊 ，APE 出现了一个悟空周线啊，悟空阳线的周线，然后8界阳线。周线级别的8界阳线，然后走这个沙僧阳线的过程当中啊，快速上行之后快速回落。那这一波的回落，$27.8高点的这个位置上的回落，我们调到4小时级别啊，这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杀动作。我们看到了啊，分别由悟空阴线组、8界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构成。4小时级别下杀，直接在盘面中形成了崩盘啊！当然了，4小时级别下跌过程当中，4小时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啊，它有可能出现一个小时线级别的回弹啊！这个行情我们一直在做啊，我们把止损位设置在$16.65或者$16.3附近啊，设置到一个前低的位置附近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可以做这个小时线的反弹，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小时线的反弹。但是呢 ，APE 的目前的盘面和 GMT 啊完全有区别了。区别在哪儿呢？我们看啊 ，GMT 的周线现在还处在一个高位的运行过程中啊。我们知道 GMT 是完成了2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这是第一轮，这是第二轮，然后目前处在第3轮的区间。第3轮的区间运行在了哪儿呢？首先我们看啊，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 GMT 的日线级别悟空阳线。8界阳线组目前呢，它处在8界阳线组的势力范围当中。如果跌破3.2到3.3这个位置上啊，就算这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有可能宣告结束的位置，也就是我们GMT 行情当中设置止损位的一个位置啊，3.2到3.3这个附近。那它的回调呢，我们看到了，同样是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啊，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首先是悟空阴线、8界阴线啊、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但是呢，这里面啊，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什么呢？筹码支撑在这个里面啊，我们看到了。由波谷连线，这是4小时级别的4小时级别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3.3啊，在3.4这里已经支撑住了。所以呢，GMT 目前和 APE 发生了分化。
分化之后啊，我们感觉到啊 GMT 目前还处于一个强势的运行当中啊，只要不跌破 3.2 到 3.3 这个区间，就还有可能啊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的悟空，周线级别的八戒，目前是周线级别的沙僧，然后上方我们目标位6美金不变啊，但是 APE 呢现在略显弱势，弱势在哪儿呢？它沙僧位这个位置啊，如果跌破 16.6 啊，也就是今天的低点之后啊，有可能被杀死。这个沙僧的这个位置被杀死之后啊，行情就会偏于弱势。所以呢，目前为止在山寨币这里面啊，之前出现了2个强势币种 APE 和 GMT， 在现在的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分化啊，这一点呢一定要大家伙注意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加我的微信，感谢大家，再见。